你真的爱上他了吗？还是你只是被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拖着走？今天这期，我想陪你分清一件很容易弄错的事：你到底是在爱一个真实的人，还是在爱自己脑子里替他补完的那个版本？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时候，明明只是收到他一句讯息，整个人就亮起来，可他一整天没回，你又开始反复看手机，不是想看什么，就是忍不住点进去，看他的头像，看他的动态，看那个对话框，心里一直想，他是不是不想理我了？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刚刚是不是太主动？我要不要等一下再回？我要不要假装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？更麻烦的是，他不是一直不好，看清自己，有时候需要别人的眼睛。这里是心事解码所，陪你读懂关系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。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冷，你可能反而比较容易醒。最让人放不下的是他冷了很久之后，忽然又对你好一下。他问你吃饭了没，说一句想你，或者在你快要死心的时候，突然又丢出一点温柔。就是那一下，让你前面所有的不安，好像都变得可以忍。他一整天没回，你替他想好理由，可能真的很忙。他热一下又冷下去，你不敢问太多，只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也许他只是慢热。他从来没有很清楚地往你这里走，你却已经在脑子里帮他补完了所有剧情。他只是受过伤，他只是还没准备好，他只是表达方式比较特别。你一边委屈，一边替他辩护，一边失望，一边又舍不得走，然后你会问自己一句：我这么在意他，应该就是爱吧？我想先很温柔，也很诚实的跟你说，不一定。有些感觉很像爱，它会让你心跳加快，让你睡前想他，醒来也想他。它会让你听到一首歌就想到他，看到一个地点就想象你们以后会不会一起去。它甚至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终于遇到那个能懂你的人。可是强烈不等于真实，心跳很快也不一定是心动，有时候那只是你的不安被点燃了。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叫做爱，但心理学里有一种说法叫 limerence， 你不用急着记这个词，他说的其实就是一种很强烈很上头的迷恋状态。你一直想他，一直等他的回应，一边觉得甜，一边又很怕被拒绝。他最迷人的地方是他真的会给你快乐，那种快乐不是假的。你收到他的讯息会开心，他记得你说过的小事会感动，他偶尔靠近你，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比较有希望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，一段关系带给你的，不只要看它有多强烈，也要看它最后把你带到哪里。它让你更安定，还是更慌？它让你更像自己，还是越来越不像自己？这句话是今天整期影片的主轴。能落到生活里的爱，会让你越来越像自己，而不是越来越像一个小心翼翼、反复猜测、一直在等答案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骂谁恋爱脑，也不急着叫你放下，我们只是把这件事看清楚。迷恋到底有哪4个特征？你要怎么分辨自己是爱上一个人，还是爱上了自己脑子里替他补完的版本？第一个特征，你爱上的不是他，而是你替他补完的人。刚开始认识一个人，我们其实知道的很少。你可能知道他喜欢哪首歌，知道他讲话的语气，知道他某几个瞬间很温柔，你知道他跟你有几个共同兴趣，知道他也看过你喜欢的电影，知道他有时候回讯息的方式很刚好，像是刚好接住你那天的心情。可是更重要的那些东西，通常还没看见。他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逃避？他不开心的时候是愿意沟通，还是直接消失？他对不需要讨好的人有没有基本的尊重？他在你表达需求的时候是愿意听，还是立刻让你觉得自己很麻烦？这些才是真正要看很久的地方。问题是，迷恋不会等那么久。迷恋最擅长的就是在资讯还不完整的时候，替对方补上一层滤镜。你不知道他怎么处理冲突，你就先想象他只是比较内敛。你不知道他对关系有没有责任感，
你就先想象他只是需要时间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把你放进未来，你就先替他安排好一个很深情、很受伤，只是暂时不敢靠近的人设。这里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投射。投射讲白一点，就是你把自己心里很渴望的东西放到对方身上，你以为你看见的是他，其实你看见的是你很想被爱的那个愿望。也许那段时间你刚好很孤单，所以他一点陪伴就被你放大成命中注定。也许你很久没有被肯定，所以他一句你真的很特别，刚好补到你心里很久没被照顾的地方。也许你一直很想遇到一个能懂你的人，于是当他接住你一两句话，你就忍不住把后面全部补上。他懂我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一定是那个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懂你一个片段和懂你这个人是两件事。一个人能接住你某天的情绪，不代表他能接住你的生活。一个人能在暧昧时给你温柔，不代表他在关系里有稳定的能力。一个人让你觉得很熟悉，也不代表他真的适合你。有时候熟悉的不是爱，是你过去习惯的那种不确定。很多人在迷恋里说不清自己到底喜欢对方什么。你问他，他哪里好，他想了很久，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。你再问，那他对你稳定吗？他沉默一下说，可是他有时候真的对我很好。有时候很好这几个字真的很容易把人留在一段消耗里。因为你不是没有得到过好，你得到过。你记得他某一次很温柔，某一次很耐心，某一次在你难过时陪你聊到很晚。也正因为你得到过，所以你更难走。你会想，既然他曾经可以那样对我，是不是代表他其实在乎？是不是只要我再努力一点，他就会回到那个样子？但一段关系不能只靠偶尔的好撑着，偶尔的好可以让人感动，稳定的好才会让人安心。这里你可以先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，拿一张纸分成两边，左边写他真的做过什么，右边写我替他想象了什么。他有没有主动约你？这是证据。他有没有在你需要沟通时好好坐下来听？这是证据。他有没有持续把你放进生活，而不是只在深夜或无聊时找你？这也是证据。但他其实很在乎我，只是不会表达，这可能是想象。他现在不确定，只是因为以前受过伤。这也可能是你替他写的剧情。他对我冷，是因为太害怕爱上我。这种就更要小心，因为它听起来浪漫，实际上可能只是你在替空白补故事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你放不下的，不是左边的证据，而是右边那一整本你自己写出来的小说。所以第一个特征不是叫你否定自己的感觉，而是提醒你，先把滤镜拿下来一点，先看看眼前这个人真实的做了什么，稳定的给了什么，又长期回避了什么。迷恋会说，我感觉他很特别。比较清醒的爱会慢慢问，除了特别，他可靠吗？除了心动，他尊重我吗？除了让我有感觉，他有没有能力和我一起面对真实生活？第二个特征，你不是一直在开心，你是被情绪过山车带着跑。迷恋最容易被误认成爱，是因为它很强烈。平淡的关系不一定会让你整天想看手机，但一段忽冷忽热的关系会，因为它不确定。你不知道下一次回应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道下一次温柔会不会出现。你的心一直悬在半空中，放不下，也落不了地。手机放在桌上，你本来想专心做事，结果屏幕一亮，手比脑子还快。点开一看，不是他，你把手机扣回去，告诉自己不要再看了。可过2分钟，又忍不住翻过来，明明没有新讯息，你还是点进对话框看一眼。他上一句话你已经看过很多遍了，但你还是在想，那个哈哈到底是真的开心，还是只是敷衍？他昨天还很热，今天怎么突然变短？他是不是后悔了？是不是有人比你更重要？是不是你刚刚那句话太多了？你以为自己在谈恋爱，可是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处在一种等待判决的状态。他回你，
你就松一口气；他不回，你就开始找原因；他靠近，你觉得自己被选中；他冷掉，你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。这就是迷恋里很常见的情绪过耳山车。它最麻烦的地方不是完全没有甜，而是甜和不安混在一起。你不是单纯痛苦，也不是单纯快乐，你是一边被折磨，一边又被偶尔的甜留住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间歇性强化，简单说就是奖励不是每次都有，而是偶尔出现，你不知道哪一次会得到回应，所以你更难停下来。这有点像抽卡，如果每一次都抽不到，你可能早就走了，可偏偏有时候会抽到。有时候他真的很温柔，有时候他真的会说想你，有时候他真的让你觉得自己被放在心上。于是你开始等下一次，再等下一次，等到后来你等的已经不只是他，而是那种终于又被他选中的感觉。这时候他已经不像浪漫了，更像你的情绪被对方牵着走。你真正放不下的可能也不完全是他这个人，可能是他回你讯息的那一刻，你突然觉得自己被看见了，可能是他某一句称赞刚好补到了你很久没有被肯定的地方，也可能是那段时间你本来就很累，本来就缺一个人听你说话，而他刚好出现。那种感觉很小，但很有用，尤其当你已经撑了很久，一点点被接住都会被放大成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人的错觉。这就是为什么越缺爱的时候越要慢一点。慢不是装冷淡，也不是玩欲擒故纵，慢是一种保护真实的能力。你可以心动，但不要立刻把整个生活交出去。你可以期待他的讯息，但不要让一个对话框决定你今天过得好不好。你可以享受暧昧里的甜，但也要看那份甜有没有慢慢变成稳定的行动。有些人不是喜欢痛苦，而是太熟悉那种忽远忽近的感觉，稳定反而让他不知所措，不确定却很像他以前认识的爱。这句话不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推给童年，也不是说每个上头的人都有创伤。人很复杂，关系也很复杂，只是有些早年的关系经验真的会让人把忽冷忽热误认成熟悉的亲密。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不稳定，却还是忍不住靠近。你明明知道他没有给你答案，却还是想再等等。不是因为你笨，也不是因为你没有尊严，很多时候是你的身体比你的理智更快，认出了某种熟悉的模式。熟悉不一定安全，这句话要记得。有些关系让你觉得很有感觉，只是因为它唤醒了你过去很熟悉的等待、猜测和不安。它像爱，但它不一定会带你走向爱。所以在这个特征里，你可以先观察一件事，认识它之后，你的生活有没有越来越窄？你以前会见朋友，现在只想等他的讯息。你以前有自己的节奏，现在他一冷，你整天都乱掉。你以前能专心工作，现在每隔几分钟就想看手机。你以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现在每天都在想，他到底想不想要我？一段适合长期走下去的关系，不会让你一直把注意力缩到一个人身上，它会让你有底气回到生活里，回到朋友、工作、兴趣，回到你自己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，这不是小事，因为爱不应该只让你感觉强烈，它也应该让你慢慢安下来。第三个特征，你在他面前不是放松，而是在表演。这个特征，很多人听到会有点心酸，因为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累，你只是很怕，一旦不表现得那么好，对方就不喜欢你了。你发讯息前要想很久，这句会不会太黏？那句会不会太冷？我现在回会不会显得很在乎？我晚一点回，他会不会以为我不想理他？你想表达不满，又怕他觉得你麻烦。你明明很累，还是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有趣。你明明想要稳定，却假装自己也可以很随缘。你明明在意，却一直演成不在意也没关系的样子。到后来，你已经不是在自然相处了，你是在管理一个版本的自己。那个版本比较懂事，比较好聊，比较不麻烦，
也比较不像你。这就是迷恋里常见的表演式自我，你不敢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，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很深的害怕。如果我真的表达需求，会不会被嫌烦？如果我真的说我受伤了，会不会被觉得情绪太多？如果我真的让他看到我的普通、疲惫、脆弱，他还会喜欢我吗？所以你开始把自己修得很漂亮，不是外表那种漂亮，而是关系里的漂亮。你修掉自己的需求，修掉自己的不安，修掉自己的不高兴，你把那些会让你看起来不够好相处的部分藏起来，只留下对方可能会喜欢的样子。但问题是，靠表演维持的靠近，没有办法长成真正的亲密，因为亲密需要真实。如果你一直只拿出一个好用、好聊、好配合的版本，那对方爱上的也未必是你。他可能只是喜欢那个不太麻烦的你，那个不提要求的你，那个永远懂事的你。可是你不是只有那一面，你也会累，也会敏感，也会有不安，也会需要被确认。你有时候就是想问一句，我们到底算什么？你有时候就是希望对方不要每次都消失到你开始怀疑自己。这些需求本身不丢脸，真正需要看的是对方怎么回应。一个人可以不擅长表达，但他愿不愿意学着沟通。一个人可以偶尔忙到忘记回，但他会不会在之后给你交代，而不是让你长期猜。一个人可以有脆弱，但他不能把你的包容当成永远免费的情绪垃圾桶。接纳瑕疵不等于忍受伤害，包容也不等于把自己一再放到很低的位置。很多人会把我很爱他翻译成我再忍一下，但忍久了，你会开始分不清自己是真的愿意，还是已经不敢有意见。这一段最重要的，不是问他到底有多喜欢你，而是先看你在他面前有没有越来越像自己。你能不能自然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？你能不能在不舒服的时候好好表达，而不是先责怪自己太敏感？你能不能不用一直猜测哪一种版本的自己比较讨喜？如果你每次见完他都很累，如果你总是需要在见面前排练，见面时撑住，见完后复盘，那你可能不是在享受亲密，你是在参加一场没有结束时间的面试。比较健康的关系不会让你一直垫着脚，它会让你慢慢发现，原来我不用那么完美，也可以被认真对待。你不需要永远情绪稳定，永远懂事，永远漂亮，永远不添麻烦。能落到生活里的爱，会看见你身上那些普通的地方，也愿意和你一起处理那些不完美的地方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你可以把所有情绪都丢给对方。成熟的关系不是一个人无限承接另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对自己的情绪负责，也愿意在关系里沟通。但如果一段关系从头到尾都只允许你乖，允许你甜，允许你配合，却不允许你有需求，那你要小心，那可能不是爱你，那只是喜欢你很方便。第四个特征，你对他的感觉很容易从神话变成幻灭。迷恋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，它开始的时候很亮，睡掉的时候也很快。前一天你还觉得它哪里都好，后一天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突然冷掉。他对服务员说话不太客气，他处理问题时只想逃，他讲了一句很自我中心的话，或者你突然看见他某个很普通、很粗糙、很不符合你想象的样子，那一刻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怎么突然没感觉了？之前那个发光的人去哪里了？你可能听过一种说法叫 The Ick， 讲白一点，就是某个瞬间突然冷掉，不是对方做了多大的错事，而是你心里那层滤镜忽然掉下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迷恋常常不是建立在真实了解上，而是建立在神话上。神话的意思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人，而是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。它不只是他，它是你的救赎，是你的答案，是你终于被爱的证明，是你幻想里那个应该出现的人。可是人一旦被放到那么高，就很难允许他有真实的粗糙，
你原本爱的是滤镜里的他，所以当现实里的他出现一点不完美，你会特别失望。不是因为那个缺点一定多严重，而是因为它戳破了你脑子里那个太完美的版本。比较稳定的爱不一样，它不是没有失望，也不是永远不幻灭。很多关系真的走近之后，都会经历一个原来你也是普通人的时刻。你会发现他也有脾气，也有逃避，也有不成熟，也有让你无语的地方。你也会被他看见很多不完美，这时候关系才真的开始进入现实。心理学家 Robert Sternberg 提过爱情三角理论，说爱里面有3个很重要的部分：激情、亲密和承诺。激情是吸引，亲密是理解和连结，承诺是愿意选择，也愿意承担。迷恋通常激情很高，但亲密还很浅，承诺也还没有长出来。你们可能很有感觉，很想靠近，很容易被对方牵动。可是真正要走下去，不能只靠那一开始的火花，你们还要能面对冲突，能谈需求，能看见彼此真实的一面，也能在普通日子里继续选择靠近。所以迷恋和爱不是完全对立的2个东西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迷恋不代表这段关系一定是错的，很多爱情一开始都有迷恋的部分，刚开始会心动，会想等讯息，会有一点紧张，这都很正常。真正要看的是这种状态有没有慢慢走向了解、尊重和稳定。如果一开始的上头，后来慢慢变成真实的相处，变成你们可以沟通，可以尊重彼此，也可以一起处理生活，那迷恋可能只是爱的入口。但如果他一直停在猜等、怕证明，如果你一直在等他回来，一直替他解释，一直把自己调整成他可能喜欢的样子，那就要小心，因为那很可能不是爱在长大，那是你的不安在反复被喂养。如果真的要分，迷恋比较像是你不回我，我就开始怀疑自己；爱比较像是我会想你，但我不会因为你一时沉默，就把整个自己交出去。迷恋会把人放上很高的位置，然后又在对方暴露普通时失望。爱比较愿意让人站回地面，你看见他的优点，也看见他的限制，你不再需要他完美，因为你要靠近的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幻觉。如果说迷恋像烟火，爱更像一盏灯。烟火很美，炸开的瞬间，所有人都会抬头看，它让人惊喜，也让人记得。可是它很快就暗了，灯没有那么轰动，它不会每天让你心脏狂跳，也不会每次出现都像剧情高潮，但它会在你回家的时候亮着，会让你知道这里可以停一下，这里不用一直猜。长期关系里，安心真的比刺激贵很多。刺激可以来自不确定，安心只能来自可靠。刺激可以靠拉扯制造，安心要靠一次又一次一致的行动累积。一个人说喜欢你不难，难的是他在你需要沟通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坐下来听。一个人说想你也不难，难的是他有没有在现实生活里慢慢把你放进去。一个人可以很会制造暧昧，却不愿意承担关系。一个人也可以让你很心动，但不一定真的适合你。所以怎么判断他到底对不对？你可以先观察4件事。第一，他让你安心，还是让你一直猜？不是说每段关系都不能有不安，亲密本来就会碰到脆弱，喜欢一个人也难免会紧张。可是如果你们的相处模式长期让你像在破案，每天都要分析语气、时间、表情、字数，那就要停一下。爱不是一场推理游戏，你不应该每天靠猜测维持一段关系。第二，他尊不尊重你的需求？你想沟通，不是作；你想要稳定，不是黏；你想知道关系方向，不是逼他立刻给你一辈子。比较健康的关系里，需求可以被讨论，不会一说出口就被羞辱。对方可以需要时间，也可以有自己的节奏，但他不能一边享受你的靠近，一边把你的不安全部丢回给你。第三，你在这段关系里还有没有自己？你还有没有朋友？还有没有生活？还有没有自己的目标？还有没有不被他牵着走的判断？如果你为了一个人，
把所有重心都挪走了，连自己的生活都暂停，那就算你最后得到它，你也可能失去你自己，而失去自己换来的关系，通常很难真的幸福。第四，你们能不能一起面对真实生活？爱不只发生在深夜聊天、暧昧拉扯和浪漫想象里，它最后会落到很具体的地方，冲突怎么解决，时间怎么安排，压力怎么分担，彼此的界限怎么尊重。不舒服的话能不能好好说？如果一个人只能在情绪高点给你快乐，却不能在现实低点和你一起站住，那他可能更像你人生某一季的烟火，而不是能一起走生活的人。讲到这里，你可以再回到刚刚那个练习，左边写真实证据，右边写我的想象，他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是否稳定，是否尊重你，是否在现实里靠近你。这些是证据，你替他解释的那些理由，你脑中替他补完的那些深情，你想象他只是害怕，只是受伤，只是慢热，这些要先放到右边。不是说你的想象一定错，而是你要先分清楚哪些是他真的给过你的，哪些是你因为太想被爱，所以替他补上的，感觉很重要，但感觉不能取代事实。心动很珍贵，但心动不能取代尊重、责任、沟通和一致性。你可以爱人，但不要把自我价值交给别人保管。很多人痛苦，不只是因为爱错了人，而是因为他把被这个人选择当成了我终于有价值。所以一旦对方不选他，他不是单纯失恋，他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否定。但一个人没有选你，当然会难受。这件事不用假装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哭，可以失望，可以承认自己真的很在意，只是你要分清楚，这只能说明他没有往你这里走，不能直接证明你不值得被爱。一段忽冷忽热的关系，也不能拿来决定你到底有没有价值。你的价值不应该每天跟着他的回复速度上下波动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真的做到很难。因为当你很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很想从他那里拿到答案。你想知道自己值不值得被留下，值不值得被认真，值不值得被稳稳的选择。可是这个答案不能只交给他，你也要慢慢把注意力拿回来，拿回到你的生活，拿回到你的朋友，拿回到你的身体，拿回到你原本想做的事情。不是立刻不爱，人不是开关，感情也不是软体，点一下就能删干净。你可以慢慢来，今天先少看一次对话框，明天先把想问他的那句话改成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是真的想靠近他，还是只是受不了，不确定。你不用逼自己一夜清醒，但你可以一次比一次更诚实，停止把迷恋当成爱情。不是要你变成一个很冷的人，他只是希望你下次心动的时候能多看一眼，这个人是真的靠近你，还是只是在牵动你的不安？这段关系是真的让你生长，还是让你一直把自己缩小？有些心跳不一定是爱，可能是不安；有些放不下不一定是深情，可能是你还在等一个人证明你值得。有些他很特别，不一定来自了解，可能来自你替他补上的滤镜。有些一下天堂一下地狱的拉扯，也不一定是命运感，可能只是你的情绪被不确定反复喂养。迷恋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它只是提醒你，你可能真的很渴望被看见，很渴望有人稳稳的选你，很渴望不用在一个人撑那么久。这份渴望很真实，也很值得被温柔对待。但一个人偶尔给你的回应，不能替你决定自己的价值。一段忽冷忽热的关系，也不能拿来证明你到底值不值得被爱。能落到生活里的爱，不一定每一天都很轰烈，它更像是你慢慢发现自己，不用一直猜，不用一直演，也不用一直把心吊在对方一句话上。你可以说出需求，不用先道歉，你可以表达不舒服，不用立刻害怕被丢下。你可以普通，可以疲惫，可以不那么完美，还是被对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。那时候你还是你，甚至比以前更像你。那时候爱才比较像爱，所以是真爱还是迷恋，
不要只问你有多心动，也看看你有没有更安心。不要只问他让你多上头，也看看他有没有让你更像自己。不要只问你们开始得多热烈，也看看这份关系能不能穿过真实生活，还愿意温柔地站住。如果这期影片让你想起了某段关系，也让你稍微清醒了一点，欢迎订阅新世解码所，这里不负责教你变冷漠，也不鼓励你做感情里的赢家。我们只是一起把那些说不清的委屈、上头、不安和期待，慢慢翻译成人能听懂的话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你不是太敏感，你只是终于开始听见自己了。